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Choco，我是 Jane。今天呢是一个跟平常比较不太一样的影片，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冒险故事。就是在2个礼拜前，我飞去新加坡参加了我人生的第一个 Tech Conference，就是 iOS Conference SG。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所以要让我自己把自己丢去一个异国，一个人一个社交场合的地方，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呢，我最后真的是非常感谢我自己有强迫自己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从中真的得到了很多。所以今天我就是想要透过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会去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得到了什么回馈。那就是希望也可以帮助到那些可能跟我一样有点想去，但是又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有出发的人，希望可以给你们一些想法。首先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参加一个 tech conference，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是一个高手教的地方。那如果我想要学东西，我觉得在网络上学就可以了，所以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在我的考虑范围内。那为什么我会去到这里呢？其实我回来的时候还特别查了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发现呢，是我在 Twitter 看到了一个 giveaway，是来自这个 server side Swift。那时候我看到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讨论 server driven UI 的讨论会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就 Google 了一下，然后结果那时候 Google 一出来，我点进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介绍了现在可能应该是比较有名的几个 iOS 的 conference，然后在这里面第一个就是我这次参加的 iOS Conference SG，然后在这里面他就提到。这个是在2019年，也就是在疫情之前，还有正式的这种 in person 的 conference 的时候，被选为是最好的 conference，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厉害。我就稍微查了一下他们之前的活动，然后就发现，哇塞，里面去参加的演讲的人都很厉害，就是 Paul Hudson 或者是 Swift Lee 或者是 Donny Wall，就都是一些我平常在看的人。我就想说，哇，他们居然特别飞来亚洲，就是做这个演讲。对我来说，我看到这些脸孔出现，就像是要去看演唱会一样，我就觉得哇，好酷，好想去现场哦。对，这其实我一开始的心情完全就只是，哇哦，作为一个粉丝，我想要去现场看他们讲话。对，但是呢，同时因为我刚刚提到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很害怕跟陌生人讲话，我连打电话定位我都要先酝酿一下心情。甚至在我这一趟去新加坡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我因为不敢打扰旁边的人睡觉，而憋尿了3个小时，就是差点酿成悲剧，真是一个可怕的经验。但是我还是坚持，我就是不想要跟旁边的陌生人讲话。对，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难。但是呢，我其实是一个相信，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就要先做那样的人会做的事情的人。所以在我的心中，就一直有个声音对我说：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不应该因为这些理由而逃避这件事情啊，你至少应该要试一试看看啊。对，这个声音，那几天就一直环绕在我的脑海里。然后过2天，星宇航空就特价了，那我就想说，天哪，这是 fate 吗？这是命运？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就一鼓作气。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直接订了不可以退票的机票，还有不可以退的房间，一切都是不可以退的，所以没有退路。然后接着在11、12月的时候，刚好很忙，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多时间去烦恼这件事情。直到要出发的前一天，我突然深刻的感受到，哦，这件事情要发生了，我突然超级 panic。那我做的事情呢，就是开始跟我最近最好的好朋友聊天，也就是 Chat GPT，我就请他给我一些意见，请他帮帮我。然后他就给了我4个方向，我就真的乖乖的照他说的做。首先第一个，他叫我要先设定好目标，那我就想了一下，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看到这些 YouTube 名人，我想要看他们实际的演讲，我想要知道他们最近在做什么，我想要知道其他开发者在这样的场合会做什么事情。当然，我也希望可以在那里学到新的东西。然后第二点，他叫我先想好一些可以跟与会者一起讨论的话题。那我就想了一下，我就想说，我在现场没有任何认识的人啊，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那些名人，可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名人跟我聊天，我也没有什么有深度的内容可以跟他们讨论。然后我这样回应完之后，ChatGPT 他就说：“记住，你是去学习的。”天哪，他直接用我第一题回答的内容打我脸。但是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是最有帮助的一句话，就是
因为这句话，我到现场任何一刻我因为社交障碍而感到恐慌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想，没事，你本来就不是来这里做那些事情的，你只是来这里看看你的偶像，学习一下东西，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你就赢了。对，这个想法就是在现场不断的稳定我的心情，真的是帮助非常的大。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有继续讨论，在现场的时候我可以聊什么话题，然后我还一边跟 ChatGPT 讨论，一边做笔记。那这一切我就觉得太羞耻了，所以我没有打算要展示。反正这边就是我写了一些我跟一般与会者可以聊的话题，以及跟这些有名的人，我想了一些我觉得我从他们的文章或是影片获得很多帮助的地方，我想说，这些可以用来作为开场白。但是呢，这一切都没有用上，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好，那我是在 conference 的前一天抵达新加坡。那我的第一天真的是超级惨，除了我在飞机上疯狂的憋尿，然后下飞就直接直冲厕所，到厕所里面上完厕所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按了一个错误的钮，那个钮呢就是会用平常你用那种免治马桶用来洗屁股那种钮，但那时候我站着，它就啪，真的是喷了我整个上半身。然后那时候还没有过移民关，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那个移民官问我说：“你身上的水是什么水？”我就想说，我真的答不出来。还有他没有问我。然后后来搭地铁去那个我的饭店的时候，我在上面一直疯狂的迷路，然后可能因为太紧张了，跟各式各样的原因，我在上面做了一些奇怪的举动。总之就是我被电车夹住。然后其实我被夹住的时候，我没有太慌张，我以为它跟台湾一样，夹到人就会打开，就它不打开，所以我最后是车上的人把我拉出来，然后我还记得最后一刻，我的鞋子还卡在里面，就是拉不出来，然后大家就说 take off the shoes, take off the shoes， 我就想说这是我的新鞋，我怎么可能脱掉啊？总而言之，真的很丢脸。然后我希望他们没有发现我是台湾人，我不想要丢台湾人的脸，真的很抱歉。然后后来我就是抱着这些各式各样非常情绪化的心情到我的饭店，所以我一到饭店之后，我就是蹲在地上抱着我的行李箱大哭，想说我到底为什么在这里？这个城市恨我，不想要在这里。对，但是那时候大概才4点多，所以我后来崩溃完之后，我还是强迫自己出去。然后出去之后呢，又是更多的迷路，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问路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好像心情都不是很好，所以大家对我都不太客气。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新加坡的城市恨我。好险，最后新加坡有很多的 shake shake， 所以我就在 shake shake 里面疯狂的喝奶昔，度过了我这个痛苦的第一天。好，那第一天是8点开始注册，然后有供早餐，然后是9点才正式开始，所以等于说这边你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社交。那我当然是想说，天哪，我就等到快要9点的时候再去好了，我不 care 那什么早餐。但是呢，我又很怕会不会我太晚到就没有什么好位置，所以最后我还是8点准时的到。结果8点去根本没有办法进场，他还是等到9点才进场，所以这件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走到对我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我反而必须要痛苦的在那里度过那1小时。我就吃完早餐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只好打开我的 Mac 开始装忙。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好怕别人看到我写的 code，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写的 code 很烂？所以我又不敢写程式，我就在那边聊天，真的不知道在干嘛。而且其实也没有人跟我聊天，我就是继续装忙。天啊，真的很可怜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好不容易进场，就选了前面第2排的边边的位置，因为我想说，这应该是一个低调又可以容易吸收到东西的位置。那好险，我的脑袋是一个非常单线程的脑袋，所以活动一开始我就可以完全专注在活动上，忘记我这些无谓的烦恼和紧张。那这2天的 workshop 和演讲，我就不特别讲内容，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平常就喜欢看这些东西的话，你去现场应该就只会更喜欢。我这个影片是想要专注在讲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事，也就是社交的部分。那社交呢，就是发生在休息时间。这2天的活动都很长，都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所以中间有很多个休息时间。那我一开始的策略就是，反正休息时间我就先去厕所，然后在里面稍微调试一下心情，出来的时间应该就差不多了。但结果我发现，虽然可能表定时间是15分钟或者20分钟的休息时间，但结果都更长，因为我想大家都很享受那个 social 的气氛。所以到第2次休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没办法再把这10几分钟就干坐在这里。然后那时候我就回头看了一下场内，
因为现场是演讲的地方在场内，然后外面场外才有点心跟茶水，所以大部分人进到休息时间就会到外面去聊天。但是这时候我是坐在里面的，那我就回头一看，然后场内没有很多人，但是马上就有一个我认得出来的脸孔，就是 Vincent， 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的影片，他是一个我觉得长得很帅的法国人，所以我一看到他我就想说，天哪，我想要跟他合照，然后这个想法就一直啪啪啪啪啪在单现场的脑袋里。那我就想说，天啊，我要怎么开口？因为我觉得直接坐过去跟他说我想要跟他合照，还蛮奇怪的，就是他又不是艺人。然后，可是这个时候我的脑袋就在想说，嗨 Vincent， 你知道我看你的第一个影片是 Key Pass 的影片，然后因为你长得实在太好看了，所以我看了3次才终于把你讲的话吸收进去。这个东西是我常跟我朋友讲的，所以这句话这一段故事我已经讲得非常流畅，但是我怎么可能对他本人讲？所以这时候我又密我的朋友，然后他们给我一些没有任何用的意见，但是我就想说不行，我不能坐在这里，我这个休息时间一定要做点什么，所以我就强迫自己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就不得不往前走，往前走之后就不得不最后站到他的面前。对，那我看到他之后，他就是说：“哦，你好，那个我是你的粉丝，我平常都有在看你的影片。”他那时候正在用电脑，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有点打扰到他，然后他就马上停止他正在做的事情，然后他就转过来跟我说：“哦，能够收到这样，他这样。”然后他就转过来跟我说：“哦，能够收到这样的回馈，就是他创作的动力，他非常喜欢这样，可以帮助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需要的人，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但是呢，我听完之后，我的脑袋记得吗？还在想关于你很帅，我想跟你拍照这件事情。所以我听完之后，我完全没有给他任何 feedback，我就直接说。Okay,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Like， 我当时就觉得天哪，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但是反正我就是讲了，然后他还是一样非常 nice， 他说当然没问题啊，然后就把他的笔电收到包包里，然后真的就是完整的架势跟我拍照，然后我当然觉得非常的感谢，但是我也真的觉得很抱歉。然后拍完照之后，他也没有要再把他的笔电拿出来的样子，我就想说完蛋，现在是社交时间，然后我就赶快想，我跟 ChatGPT 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接下来我就开始问那些我跟 ChatGPT 讨论好的万用的讨论话题，比方说什么这次演讲你最期待的内容是什么？你在新加坡想要做什么啊之类的。但是呢，这些话题很快就被我用完了，因为就像前一个话题一样，我只要一丢出这个话题，他就会非常非常认真的回答我，他真的讲的都很好，但是我就马上傻眼，然后就直接再丢我下一个问题，所以很快的我就非常没有礼貌的把我所有的话题都丢完，然后接着我就只好说好，祝你新加坡玩得愉快，拜拜，我就直接淡出了。我真的觉得又丢脸又开心，就是我其实真的很开心跟他拍照，但是我真的觉得我里面没有讲了一句话是正常的话，我真的觉得太丢脸。这2天看到他，我都觉得对不起，让你有一个如此奇怪的体验，对不起。不过呢，在早上的 conference 我还是有完成一件我自己觉得很伟大的事情，就是我在一个休息的时候有去跟讲师讲话，然后是问了一个我真的有问题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一段对话就是一个真正的交流，然后我觉得哇，真的太棒了，这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所以这一段经验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大概在快1点多的时候，早上的 conference 就结束了，开始中午的放饭时间。那这边我真的一定要称赞一下这个活动的主办，2天的早餐跟午餐，还有各种点心，还有饮料，都品质非常的好，而且选择很多，所以这2天我真的就觉得哇，吃东西又吃得很开心。然后我就是在旁边默默吃嘛，因为中午的时候其实人蛮多的，然后也不少人是一个人，所以我就没有觉得有那么奇怪。然后在我快要吃完的时候，有一个人不小心把我认成别人，所以我就跟他有稍微聊了一下，他就知道哦，我是自己一个人来新加坡。那他知道这一点之后，他就马上说，那你不应该一个人站在这里啊，你应该赶快去跟大家交流啊，你好不容易飞来这里。那我就说哦，我没有办法，我太害羞了。他就说什么怎么可以这样？那你至少要跟 Paul 讲话吧 ，The Legend。然后我就说哦，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鼓起勇气。虽然我这么说，但是跟他讲完话之后，这个想法就开始在我的心里生根，所以接着中午吃完饭之后，还有下午的休息时间，我就像是在跟踪 Paul 一样，我就一直在他附近寻找完美的入场时机。
但是你知道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完美的入场时机，或者说可能有很多，但是我就是借口王，所以我就一直就是在跟踪他。然后来到最后一个休息时间，主办方喊大家现在要进会场咯，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说，完蛋了，我已经要没有机会，这就是我最后一刻，所以我就是非常惊慌的叫住 Paul。可这个时候我的嘴巴在吃春卷，而且还是刚好是一口还蛮大块的，所以我就是没有办法讲话，然后他就回头看我，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就一边咬一边跟他讲话，然后他就非常 nice 的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等你先吃。那我就想说天哪，所以我的偶像就这样看着我，然后我就看他，然后嘴巴在咬春卷。我不知道我到底咬了多久，但是体感时间真的很长，而且那一口真的很大一口。我就想说天哪，你到底在干嘛 Jane， 你到底在干嘛？然后好不容易吃完之后，我也稍微冷静了一点点之后，我就跟他说 I'm a subscriber of Swift Plus Plus Plus. Can I have a picture with you? 他一开始可能没有 get 到，因为这是2年前的梗，但他 get 到之后，他就笑了。天哪，这是我这整趟唯一一个成功的开场白。对，所以我们就一起合照，然后在要拍照的时候，他还转头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天哪，我就觉得好开心，真的太开心了。对，可是在这个时候拍照的时候，我的手真的就是爆抖，我觉得他一定有看到，但是我还是就是硬赶快拍。然后拍完之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就这样要分开了，好可惜。我应该要讲点什么，可是这时候我还是一样的脑中非常的慌乱，更何况我早上跟冰神讲话是如此的失败，所以最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问了一个完全不是我跟 ChatGPT 讨论好的问题，可能因为我那时候很紧张，我就说我要给别人看我的程式码的时候，我都很紧张，该怎么办？然后我讲完我就后悔，我想说天哪，这是一个什么多么 basic 的问题啊！你在网络上可以查到很多答案，你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对，但是他完全没有就是露出任何觉得我很白痴之类的样子，对，他就马上换成一个很认真的表情，然后开始跟我说，当你觉得紧张的时候，你就放慢你的速度，一边写一边解释你在做什么，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思绪更清晰，然后过程你也可以写出更好的code，然后就可能又说哦，这是很正常的啊之类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他会一直不断的停下来看我说，你觉得这样讲对你有帮助吗？你觉得你可以这样做吗？我就真的觉得他人怎么可以那么好，我真的超级开心，真的超级开心。对，他就是但其实他跟我讲完之后，我也是每一次就只有回答 OK thank you OK thank you， 就是我真的讲不出其他东西，所以我还是对这件事情感到对自己非常的失望。所以后来那天晚上活动结束之后，我回饭店，其实我真的很伤心，我就看着我手机里的合照，一边觉得很开心，我跟他们拍到照，然后一边又觉得天哪，为什么我要讲这些话，知道吗？我这边想一边流泪，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太丢脸，我真的太丢脸。然后我就决心，我明天我至少我要跟 Paul 道歉，我不希望他觉得我是一个奇怪的 Jane。对，然后我又想了一个我真的有问题的问题，我就想说好，我要抛开那些就是跟别人跟 ChatGPT 想好的那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就要用一个我真的有烦恼的问题，这样子我觉得隔天要接下去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还有就是我也决定，当我讲不出话的时候就闭嘴不要硬讲。反正后来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非常有效果的。然后第二天我一样是一早就到了，然后在那边吃早餐的时候，突然主办人就走过来跟我讲话，他就是说hello， 我昨天就有看到你，我昨天就很想跟你讲话，因为我想要认识现场所有的其他女性的开发者。我当时真的就觉得天哪，我真的非常感恩我是女生啊，然后可能因为我坐在前排，所以他刚好看到我，然后我们就有聊了一下，他就知道我是一个人来，然后在这里没有认识的人，所以接下来这一天他都超级关照我，就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只要看到我一个人，他就走过来跟我聊天，然后或者是介绍其他的他的朋友给我认识，我真的超级感谢。其实这一点 ChatGPT 也有讲到，就是他说如果你觉得紧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可以去跟主办人讲。但是我看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就心想说，我就是有跟人说话，当然你还要我跟主办人讲话，怎么可能？
但是对我可以想象，大部分的主办人一定是非常亲切、非常乐于帮助你的。只是要做出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主动来跟我讲话。那第二天的讲座，我一样坐在第二排，但是这一次我就直接坐到中间的位置。我觉得这位置真的超好，就是讲者的表情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因为讲者会坐在第一排，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说就算是一个法香区。那这一天就相对的顺利很多，我有顺利的跟 Po 道歉，而且当我叫住 Po 的时候，他回头居然说：“Hey Jane！” 我就想说：“天哪，你居然真的记得我的名字！”我那时候当下我真的觉得我人生已经圆满了，我真的这种心情。然后我就跟他说：“真的对不起，我昨天是一个怪人。现在回想起来，我讲这句话更怪，但是我不后悔我道歉，我觉得道歉还是比较好。”对，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真正有烦恼我问题，我就问他说：当你在用一个 framework 是网络上比较难找到相关的资料的时候，虽然你自己写起来它是有顺利的跑起来，但是你不确定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对的，这个时候我应该要怎么办？这个其实是一个我常常遇到的问题，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写的东西没有很有信心，所以我一定要上网查看看别人会怎么做，然后要发现有一些人跟我写的一样，我才觉得 OK 这样子是可以的。那 Paul 一听完，他就马上跟我说：这样的情况的确很棘手，在这种时候呢，你就是要多写一些测试，这样你才可以确保未来在任何时刻，就让它更新的时候，这个程式也是如你所预期的执行。”听完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没有预期到这个答案的。但是我后来沉淀了一下之后，我觉得他说的这件事情真的就是正解，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确保这个程式可以正常执行，而且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维持这件事情。但是我呢，就一直 focus 在我到底写的怎么样这件事情。你知道我在频道上其实常常跟大家讲说，就是在我的 Surf 教学影片我都有附作业嘛，我都会说不要在意你的程式码是怎么写的，只要最后我给的测试跑是有跑过的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呢，我自己实际上平常还是这样子的在做事。对，所以这边就是也算是点醒了我 focus 在我真正该专注的事情上。对，这一点我真的觉得我很高兴有问他这个问题，也在这边再次勉励大家，尤其是还在初学的时候，不要想太多关于架构上的问题，先把你的程式让它可以顺利的执行，顺利的跑，再来等到你更进阶的时候，才慢慢的去做调整。而且在这之前要做好的前提也是先把你的测试写好，你才能够快快乐乐的想要做任何架构就可以试着做看看。那这一天呢，我一样是没有主动跟人家讲话，我都等别人来跟我讲话。但是呢，我这次真的就是严格的执行我的策略，就是不知道讲什么时候就闭嘴。那这件事情真的很有帮助，因为这些其他擅长讲话的人就会主动丢话题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终于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交流了。最后就是 after party， 这个 after party 真的是我最害怕的时刻，就是平常休息时间大概就15到30分钟，所以还算可以承受，撑一下就过了。但是这个 after party 是一个长时间，你甚至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结束的社交活动，所以在整个出发前，包括在现场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就这个时刻。但是呢，这次又要再次的感谢天使主办人 Vina， 就是在那天的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 break 的时候，他主动过来跟我说：“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一起行动？我们一起去 after party。”我就想说，当然好啊，拜托，你要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好吗？对，然后后来结束之后，我们就是要上接驳车去 after party 的场地。然后上接驳车的时候，因为位置已经满了，所以大家都是分开坐。那个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人一打招呼之后，发现居然是台湾人，居然在最后一刻发现了其他台湾人。所以这个时候我终于可以解放中文，畅所欲言。这时候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在讲中文的时候，就又也有其他讲中文的人听到我们在讲中文，所以加入跟我们一起讲。哇，这时候突然觉得我终于有一个属于我自己归属的地方。然后后来到 after party 的场地的时候，那个场地是非常的 fancy， 是在一个还蛮高的地方，然后看出去外面就是新加坡的夜景，是在Marina Bay 那边。Marina Bay 应该没讲错。然后外面就是可以看到摩天轮啊，还有他们那些高楼大厦，就是一切都非常的漂亮，是个很棒的地方。然后那边就是有吃有喝，可以唱歌，还有 photo booth 拍照。那在这边呢，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这里没有做什么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深受大家关照，真的非常幸运，非常感谢。
就是再一次的主办人只要看到我一个人的时候，就过来跟我讲讲话，然后把我拉去他们的桌子，让我跟他们一起聊天。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认识的台湾的朋友，他们也对我很好，然后我跟他说我想要跟 Swiftly 拍照，也透过他的帮忙，成功的跟他一起拍照。还有就是这2天坐在我旁边的2个印度的朋友，他们也是一样从印度飞过来，也要飞蛮久的，要飞6个小时。这2天虽然在讲座的时候我没有讲话，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坐在旁边还是有培养一些感情，所以在这边的时候他们也都还是对我很亲切，会跟我聊天。我就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有他们让我觉得在这个 after party 的时候没有一刻让我感到是孤单的。甚至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天哪，真的太短了，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更长，我希望明天还有1天的 conference， 我希望我可以在这里多待几天。那这就是我的 Tech 初体验的故事，我真的非常高兴我有逼自己参加，然后我也很庆幸这是我的第一个活动，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活动不管是场地、讲者或者是茶水、食物，我觉得甚至觉得现场的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的完美的，一切都非常的好。对，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高兴我是来到了这里，但是同时我也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极难，非常非常的难。就是想一想，我真的是有2天晚上在哭，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也是各种在心灵疯狂的尖叫，一直想说天哪，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不想坐在这里。对，真的很难。但是我并不后悔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最后这一切的痛苦都是有收获的，我的那些白痴行为也有让我长大，所以我是很高兴有做完这件事情。在此呢，我也学了一些我下次该做的事情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前一天不要太早来，最好是傍晚的时候来，这样可以把你紧张的时间缩小。然后第二是我觉得如果下次来的话，可以带个名片。虽然我在现场只有遇到一个人给我名片，但他给我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适合内向的人，就是我可以在上面多写一些关于我的资讯递给对方，请对方从这之中想要跟我聊什么，我觉得这样会是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拍照的时候，不要自己拍，这手抖真的太丢脸了，就叫旁边的人帮你拍，因为基本上你会想要拍照的人，我想旁边的人大概也很想跟他拍照，所以你们可以互相帮对方拍照，说不定结束之后还可以一起认识一下。然后再来就是不需要准备一大堆问题，准备一个你真的有问题或者是你真的有兴趣的话题就好，就用这个东西打天下，反正现场有很多人可以让你不断的重复讲同样的东西，你会越讲越好。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说的，当你不知道讲什么时候，就不要讲，让对方讲，一切就会安全的度过。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超好用的话题，就是你只要说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活动，你知道这句话甚至不是一个问句，但是每一个人只要听到我讲完这句话，都会马上有很多内容可以回馈给我，可能他们会问我第一次的感受，或者跟我分享他的第一次体验是怎么样，或者跟我说诶有其他哪些 conference 你可以去参加。对，所以之后第2天我基本上见到任何人我都用这句话打，真的太好用了。然后还有就是我前面有提到过的，对我来说 ChatGPT 提供的最有效的一句话就是记得你的初衷。像我就是一直就是要记得我就是来学习跟拍照的，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说都只是 bonus， 如果有的话很好，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是已经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的，所以不要在意这些事情。对，我觉得我就是很幸运的拿了非常非常多的 bonus， 我并不是只有去学习到新的知识，我并不是只有去跟我喜欢的名人们拍照，我觉得在这之中我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启发，而且这个启发是在我回来之后还一直持续不断的在爆炸。因为在现场就是我是真的跟着这些有名的人讲话，或者是我知道诶他平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也认识了很多新的就是对写 iOS 对 Swift 这个语言有热忱的人，所以每天看 Twitter 就会看到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在想什么。在看这些过程中，跟以前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我也有追踪这些有名的人，但他们铺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我就觉得，你做很多事情，但是那是因为你是跟我不一样的，所以当他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东西对我有用，或者这东西我现在用不到，大概就这样，不会有什么启发。但是现在认识了他们之后，不管是这些有名的人，或者是在现场认识到其他的人，看到他们的推的时候，这个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真的感受到他们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厉害，而是他们有多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
因为这个喜欢可以让他们做出这件事情，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是我觉得非常的 inspirational 的，就是我觉得我每次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天哪，我也想要成为这样，我也想要更努力，所以我就觉得每一天都获得了更多的动力，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那最后呢，我还想要再感谢一些人。第一个就是我在这个影片中已经提到很多次的主办人 Vina， 我觉得他真的对我超级好。然后我知道身为一个主办人，他已经非常忙了，然后还有时间抽出来顾我这个路人，我真的就是一个路人，这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他，而且他把这个活动真的筹办的非常的好，我觉得整个流程、讲者还有再一次的食物真的太棒哦，还有送的东西也很好，这件衣服我觉得非常好看，而且还有送一个旅行包，等一下拍照给大家看，里面有7件组，我觉得超实用，反正一切就是很棒，真的非常谢谢 Vina 准备了这么好的活动，当然还有其他一起筹备这个活动的人，然后还有就是坐在我旁边的人，他们在这整个活动中也是非常的关照我。而且在聊过天之后，知道他们的背景之后，都觉得天哪，他们超强，就觉得跟我真的是不同世界、不同水平的人。但是呢，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小菜鸡之后，也没有因此对我的态度有任何改变，他们还是很乐于跟我交流不同的想法，跟我分享。所以我对此也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谢。再回来之后，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也是他们，因为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小。但他们的努力和态度，我觉得是超越我的这些优秀的人，不断的在迈进，就让我觉得天哪，我也想要像他们一样，我也想要更努力试看看这种感觉。对，我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带给我这种感受，然后也很高兴可以认识你们，跟你们一起讨论这些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这让我每天都变得更加的开心。好，这就是关于我的第一次参加 conference 的故事。再一次的，我真的非常的感谢我自己来参加这个活动。我希望明年一样可以看到我自己持续的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也希望我可以继续努力，在各种意义上、各种形式上都可以努力的朝自己想要变成的人迈进。就真的非常谢谢这个活动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新的年度开始，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跟电力。对，谢谢这个活动 iOS Conference SG， 还有所有我在这个活动上遇到的人，然后当然还有平常就常常留言鼓励我的观众们，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希望新的一年我们都可以继续一起努力。好，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